欢迎来到高维认知，我是所长。我们从认知谈起，理解人性，也重新理解自己。不急着判断对错，只是在复杂之中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今天我们聊点让很多人不敢面对的实话：人这一辈子最后的归宿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到了60-70岁，最忌讳、最害怕的一个字就是死。但我今天要在这里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一句实话，比起死亡，有一种结局要可怕1000倍万倍。因为死亡只是一瞬间的寂静，而那种结局却是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折磨。在正式开始之前，如果您觉得咱们分享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您，也欢迎您点个赞，或者在评论区打个1，这就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也最直接的支持。当然，也别忘了订阅咱们的频道，把这期内容转给您身边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好，咱们言归正传，请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您虽然还活着，还有呼吸，但您失去了做人的所有尊严。您躺在那张冷冰冰的床上，口渴了想喝口水，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想去洗手间，却只能等着别人来替您收拾那一床的狼藉。甚至当您看着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女站在床边，听到他们发出的那一声无奈的叹息，看着他们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心疼慢慢变成了不耐烦，最后甚至透出了一丝嫌弃，那一刻您会发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这听起来是不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但这绝非个例，而是无数家庭正在上演的血淋淋的现实。所以，请相信我，我绝不是在危言耸听。接下来的这4件事，就像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旦落下，您的积蓄、您的体面、您的亲情，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尤其是第3个，它不仅折磨您，还会像吸血鬼一样抽干您整个家庭的快乐和希望。接下来的10几分钟，请您务必把心静下来，咱们一起把这层不敢面对的窗户纸彻底捅破。咱们先来说说这最直观也是最折磨人的恐惧：身不由己，尊严扫地。也就是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像中风瘫痪，或者因为重病长期卧床。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尊严？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有钱有权，受人追捧叫尊严。但到了晚年，您会发现，尊严的定义变得卑微到了尘埃里。尊严就是身上痒了能自己挠一下，口渴了能自己倒杯水，想要方便的时候能自己走进厕所关上门。然而，一旦您失去了这种能力，您的身体就会变成一座囚禁灵魂的牢笼。您的意识可能很清醒，听得见窗外的鸟叫，听得见家人的谈话，但您指挥不了您的手，搬不动您的腿。您就像被钉在床上的一尊雕像，唯一的交流方式可能就是转动眼球，或者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我身边就有这么个真实的例子。老张今年才52岁，以前是单位里的骨干，雷厉风行，说话办事那是相当利索。可谁能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梗直接把他摁倒在了床上。前2天我去探望他，看见护工掀开被子，熟练却冷漠地给他换纸尿裤，擦洗下身的时候，我看见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硬汉紧紧闭着眼睛，把头死死地扭向一边，眼角滑下了一行浑浊的泪水。那一刻我知道，击垮他的根本不是病痛，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羞耻感。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像个婴儿一样无助，但他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这时候，您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残酷的现实，人性的考验。咱们中国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听着刺耳，却是无数家庭用泪水换来的教训。刚开始1个月，儿女们可能会嘘寒问暖，尽心尽力，但1年、2年、5年呢？
当照顾您变成了一种没有尽头的苦役，当您的吃喝拉撒占用了他们全部的休息时间，原本的爱就会慢慢被疲惫和厌烦所取代。您会敏锐地捕捉到他们语气里的变化，会看到他们进房间时皱起的眉头，那种感觉比身体的疼痛更让您绝望。您会觉得自己不再是父母，而是一个赖着不走、拖累全家的罪人。所以朋友们，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点放在最前面讲？因为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往往比死亡更漫长。千万别仗着现在身体好就肆意挥霍。从现在开始，管住嘴，迈开腿，保养好您的血管和肌肉。因为在老去的那一天，一副能动的身体，就是您最大的底气，也是您最后的尊严。说完了身体的折磨，咱们再来聊聊心里的痛。比肉体的痛苦更折磨人的是一种无声的刑罚，极致的孤独。或许您会觉得孤独有什么可怕的？我还挺喜欢清静。那是因为您现在还年轻，腿脚利索，还能随时走出家门，随时联系到朋友。但人老了以后的孤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热闹过后的死寂。想象一下，您的老伴先走了一步，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气息。您的儿女为了生计在大城市打拼，或者是移民海外，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孩子跑来跑去的那个家，现在空的只剩下四面白墙。您每天睁开眼，面对的是一整天的沉默。屋子安静的可怕，您甚至能听到墙上时钟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在倒计时您的生命。您唯一的伙伴可能就是客厅里那台从早开到晚的电视机。您并不一定是在看节目，您只是需要一点人生，来证明自己还活在人间。我就认识一位林大姐，唯一的女儿远嫁到了国外，老伴前几年也走了。她跟我说，最怕的就是过节。看着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晒团圆饭，她只能自己煮碗饺子，对着空气说声过年好。有一次她生病发烧，烧得迷迷糊糊，想喝口热水都起不来身。那一刻她才明白，这种孤独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孤独死，这是我听过最凄凉的词汇。它指的是那些独居的老人，独自死在公寓里，无人知晓。直到几周甚至几个月后，因为水电费没人交，或者尸体散发出异味，才被邻居或物业发现。他们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句送别，没有一滴眼泪，甚至连一个握住他们手的人都没有。这不仅仅是死亡的悲剧，更是活着的悲哀。很多独居老人最怕的不是生病，而是怕发生意外时没人知道，怕摔倒在浴室里爬不起来怎么办？突发心梗够不着电话怎么办？这种恐惧会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每一个夜晚。更残忍的是心理上的被遗弃感。您会拿着电话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您想给儿女打电话，又怕他们在忙，怕他们嫌您啰嗦，最后只能默默放下手机，对着窗外叹气。您会慢慢觉得这个世界仿佛已经不需要我了。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屏幕前的您，有没有哪个瞬间，您也突然感觉到了这种入骨的孤独？如果你有过类似的感受，或者您身边有这样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咱们一起抱团取暖。所以在这里，我要给所有中老年朋友一个忠告，这条命是自己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挂在子女身上。趁现在还能走动，去经营您的朋友圈，去和邻居打好交道，去培养一个爱好。在晚年，一个能随时喊出来喝茶的老友，有时候比远在天边的儿女更能救您的命。接下来要说的这第三件事，就是我在开头特意强调过的，比癌症更绝望，比死亡更残忍的终极噩梦——老年痴呆。为什么我说它比死更可怕？因为其他的病哪怕再痛，
至少您的灵魂还在，您还知道您是谁，您还记得您爱的人。死亡顶多是带走了您的肉体，但痴呆不一样，它是一块脑海里的橡皮擦，它会一点点擦除您的记忆，偷走您的智慧，最后把您变成一副只有呼吸的空壳。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起初您只是忘了钥匙放哪，后来您忘了回家的路，忘了怎么拿筷子吃饭，到最后最让人心碎的一刻来了，您忘记了您最爱的人。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您的儿女推掉工作，日夜守在您床前，含着泪叫您爸妈，您却用一种看陌生人的充满警惕甚至恐惧的眼神看着他们，冷冰冰地问了一句：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走开。这句话就像一把尖刀，瞬间捅进儿女的心窝。那一刻，虽然您的人还活着，但精神上您已经死了。这种活着的逝去，对家人来说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折磨。而且大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照顾一位失智老人往往意味着整个家庭的崩溃。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精神上的无期徒刑。我有个同事，他父亲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爷子以前是个特别讲究体面的老教授，可病了以后性格大变，会骂人，会打人，甚至会把大便涂在墙上，半夜起来游荡。同事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整夜地守着，生怕老爷子走丢了或者是伤着自己。短短半年，同事瘦了20斤，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他说，看着父亲变成这样，我心里难受，但更难受的是，我觉得我也快活不下去了。这绝不是个例。业内有句话叫一人失智，全家失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比死更可怕的结局，因为它不仅毁了您的晚年，还会像黑洞一样吸干您子女的快乐、健康和希望。所以朋友们，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请务必善待您的大脑，多动脑，多社交，多学习新东西。这不是为了显得聪明，而是为了将来的某一天，当您老去时，您依然能叫出爱人的名字，依然能记得回家的路。留住记忆就是留住爱，留住清醒才是对子女最大的慈悲。最后这一件事非常现实，也很俗气，但它却像一根刺扎在无数老人的心头，那就是囊中羞涩，卑微余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谈钱伤感情，觉得钱财乃身外之物，够花就行。甚至很多人为了帮衬儿女，早早地掏空了家底，把养老本都贴补给了孩子买房买车，心想着反正我对他们好，老了他们自然会养我。但我今天要泼一盆冷水，这种想法往往是老年悲剧的开始。当您老了，身体机能像破旧的机器一样这修内补，这时候医院就是您的第二个家。而医院这个地方是最认钱不认人的，进口药、护工费、营养品，每一项都需要真金白银来支撑。如果这时候您手里没钱，您会陷入一种极度卑微的境地。生病了，您不敢跟孩子说，只能自己硬扛，因为怕花钱。想吃点新鲜水果，想买件暖和衣服，都要在心里盘算半天，最后还是舍不得。最要命的是，当您不得不向儿女伸手要钱的时候，哪怕您的儿女再孝顺，他们也有自己的房贷车贷，有自己的孩子要养。你1次2次开口，他们会给；3次5次呢？10次8次呢？您会敏锐地察觉到，他们掏钱时的动作变慢了，脸色变得难看了，语气变得不耐烦了。现在很多中年人都面临着职场危机，35岁以后怕被裁员，背着房贷不敢停。如果您这时候再因为没钱生病去拖累他们，那家庭矛盾几乎是必然的。我见过太多因为老人看病钱怎么分摊，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例子。那一刻，您曾经作为父母的高大形象会瞬间崩塌，您会觉得自己像个乞讨者，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那种小心翼翼寄人篱下的滋味，
会把您的自尊心踩在脚底下，反复摩擦。说到钱这个话题，我也想问问大家，您现在有没有为自己准备一笔雷打不动的保命钱？如果有，您觉得存多少才够？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聊聊。我常听人说养儿防老，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更想告诉大家养老防老。钱买不来生命，但是钱能买来尊严。钱能让您在病痛时用上更好的药，少受点罪。钱能让您在请护工时更有底气，不用看子女的脸色。所以别觉得给自己存钱是自私。在变老的路上，手里有粮，心中才不慌。握紧您的钱袋子，不仅是对自己的晚年负责，其实这也是对子女最大的体贴。因为您不缺钱，就是给他们减轻了最大的负担。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揭开了这么多伤疤，并不是为了让人害怕，更不是为了贩卖焦虑，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任何一位善良的老人因为毫无准备而掉进这些晚年的冰窟窿里。老去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宿命，但是如何老去，这把钥匙其实一直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最后有几句肺腑之言，我想郑重地托付给每一位朋友。从今天起，请收起您的过度无私，多爱自己一点，把给儿女买房的钱留一点给自己做保命钱，把为家庭操劳的时间留一点给自己去锻炼身体，去结交朋友。请记住，人生下半场最大的底气不是儿女，不是房子，而是那个健康、清醒、独立且兜里有钱的您自己。希望这番话能让您未来的路走得从容，活得体面。多唤醒一个人，世上就少一个凄凉的晚年。如果这些内容可能对您的家人或朋友有所帮助，请您把它分享出去。我是所长，咱们下期见。